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一场中日大战，我们要来看到在钓鱼岛这边也是全面爆发吗？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是全球最强的雷射武器会做一个对决，中日之间我们会来看到的是燎原1跟飞鸟号来做一个 PK。最后，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福建号穿越台海的目的是为作战预做一个预演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包括第一个问题：钓鱼岛会先开火吗？大陆的海警已经30天了，巡航钓鱼台是警告日本，还是准备接管，随时会做开火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武器面，在雷射武器到底是谁比较强？日本它的飞鸟号对上中国大陆的燎原1，算是一场军备的竞赛吗？还是已经被全面碾压了呢？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福建号，它的航行方向是穿越台海，这个目的为何？是在为下一场战争预做铺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逼近一场比较极度危险的红线。我们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情资显示，大陆的海警连续30天了，都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做一个常态性的巡航，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巡逻而已，宣告的是常态化、军事化、长期控制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也有学者特别就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恶化，接下来的军事摩擦第一枪，他认为发生的地点就会是在钓鱼岛。3个原因，为什么钓鱼岛容易发生冲突？第一个，指出中日台目前都主张拥有钓鱼岛的一个主权，所以呢，主权争议清楚，他国也会极难的介入。第二点是钓鱼岛台的位置，它离日本本土又比中国大陆还要更远，日方长期的巡航执法的难度确实看起来是比较高的。最后是关于美日安保了，它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川普到现在都没有亲口承诺安保会涵盖在钓鱼岛的位置上面。不过也有学者他认为说，目前川普着重在跟大陆做交易，他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面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更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礁石跟习近平交恶。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钓鱼岛是为何目前被视为是中日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第一战场？中国大陆的海巡已经连续巡航30天，在这附近向日本要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对，我想我们在先前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了哦，就是很显然的。北京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让这件事情善了哦。也就是说，从高市当时的失言风波之后，你就会看到北京政府对内跟对外哦，几乎已经是展开全面的大内宣跟大外宣，然后炮火就直接指向高市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停歇的状况哦。就是我才刚从上海回来。就除了前2天这个新闻都在报黎智英被这个判有罪的新闻以外，除此之外，几乎每天的这个重点新闻一开始都先骂高市大概20分钟。所以当你看到北京政府对内哦用这么高规格的大内宣的时候哦，你就可以强烈的可以感受到，他如果希望这件事情善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等于是煽动了整个中国14亿人口的民族情绪了。就是如果曾经去过这个大陆或者常去大陆的朋友哈，就可以了解说，我说过嘛，你在大陆哦，你每天晚上打开那个连续剧，它的卫视哦，大概有10几20台，全部都是抗日的，各式各样的抗日哦。然后呢，怎么对这个日本的伪政权啊，怎么在上海进行这个间谍的行为哦，几乎全部都是抗日。你再看看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电影院演什么？他们前一段时间才演完731部队，接着演南京照相馆。就这些电影，连我进去看了，我都会掉泪了，我都实在看得不忍心，我都不敢进去看了。可是当你想到他的电影院放的是这个，他的电视台演的是那个，然后呢，整个国内的大内宣全部炮口指向日本，这就代表说，
恐怕不是高市几句试图要转圜的这种退让的态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说高市有没有试图转圜？他有，但是呢，他讲的不明确，所以呢，他承认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的问题，日本不应该介入。这个什么台湾这个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国是唯一的这个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这个合法政府，这些是高市讲的。可是尽管高市这样讲了，北京还是不买单。所以呢，除非今天日本在这个事件上愿意全面的收回而且更正。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态势持续的升高，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有没有可能？极有可能。我上次就已经讲过了，这位学者讲的跟我讲的几乎完全雷同嘛，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在主权问题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主权纷争的。就你现在看到泰缅打成这个德性，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可以介入帮泰国或帮缅甸吗？它就是一个主权纷争啊。主权纷争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发生，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其他的国家除非你也有宣告主权是这个属于你的，否则你要介入实在是太难了。那更不要提到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试图要给日本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又必须师出有名，不能够背上这个侵略或者是率先攻击这样的包袱，那么钓鱼台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好，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中方的动作，就是在钓鱼台这边连续的30天的巡航。那日本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它一方面也持续的是在升高冲突嘛，因为它现在目前是在琉球离岛，也就是日本这个所称的冲绳部署了雷达的部队。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雷达部队之外，它还高调释出它的这一款武器，雷射武器，它是叫做飞鸟号，搭载100千瓦的一个雷射武器。那中国大陆今天我们说会做一个 PK 嘛？大陆的武器最新一代的是它的燎原1高能雷射系统，它现在目前性能是比较明朗的。我们看到这个表格目前来看到它的射程是20公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数字。那日本没有公布，那它的性能还包括5秒内可以熔毁超音速的飞弹导引头，所以我们特别请将军来带我们看日本把它的雷达跟雷射部队放在冲绳离岛，会对解放军造成什么样子的压力吗？另外2款的武器飞鸟号跟燎原1的差距，谁还是这个海上海战规则的最强王者？将军怎么看？我们先不要讲说对空射击，我们讲水平射击好了。我想华干当过兵，一定有这个印象。我们都教兵，你归零175公尺，归零完以后，如果目标出现在300公尺，你要瞄准的是敌人的头部来做射击。为什么瞄准头部呢？因为你打出以后，那个子弹是受地心引力影响，它是一个抛物线，到达175是在交汇点，然后过了175之后，它就往下面掉。那你想想看，对空射击那更难了。以前我曾经打过，我带部队曾经对空射击过。你不要讲说打飞机了，光打一个气球，我们一个全连打了半天，打了这个数千发子弹，那气球都没打破。为什么？因为子弹飞出去，它是一个抛物线的。那如果气球在动的话，你还要算它前置量。你说无人机来讲的话，正面飞行、侧面飞行、45度的飞行，那个算的前置量都很难哈。那子弹飞行它有一个它那个初速跟它的这种距离有关嘛。你如果越远，它子弹飞的时间更久，所以你要算它前置量。那现在好了，如果说是这个不管是舰艇或对各种无人机的武器射击来讲的话，如果用传统的弹药哈，你必须要很精准的算好它的前置高度，还有抛物线，你都要整个考虑在里面。所以通常都用雷达、用电脑来计算这个枪口要瞄准目标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是用雷射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雷射它是属于直线的，它不会有抛物线的问题。那它直线来讲的话，它速度又跟这个光速一样快，所以你可以说瞄到哪里，它就打到哪里。我们以一个舰艇来讲，一个舰艇最后一道防护，我们都知道，在美军体系来讲，我们叫方阵快炮哈，这个防护的距离大概3到5公里。那它也是用雷达扫描之后，一阵这个速度很快的打出一个弹幕出去，让你的飞弹来撞到这个弹幕上面。那这个解放军他们用的是1130快炮哈，但是这些毕竟是弹药，那你的距离射程有限，因为你子弹的射程受限于这个，所以现在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激光武器。第一个，它是用光，它是走直线，而且速度又很快，可以很快。那解放军在这方面来讲，
它已经有很长足的进步，而且已经用在实战方面了。我们不要讲这是燎原1号，我们讲之前它卖给中东沙特的叫做极尽狩猎者，就是一种激光武器。因为沙特那边经常受到这个也门组织，他们用无人机骚扰他的油田，所以他为了打这个无人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极尽狩猎者激光武器来打。但激光武器极尽狩猎者在那个时候，因为受到沙漠这沙尘的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道光嘛，这光如果说碰到风沙或者是云雾或者雨水等等来讲的话，它的效能就会失去了。所以，但是他继续后面的研发以后，他发明了所谓燎原1号。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数据，如果跟日本的飞鸟1号比较起来的话，它300 kW 对100 kW， 那功率越大，代表一个就是它射程可以越远，可以射程越远。那它目前来讲是说20公里。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日本飞鸟1号100千瓦的话，大概我想最多就是这个6到8公里左右，按照这个比例。第二个来讲的话，瓦数越高，它销毁的速度，它溶解的速度会越快，它就是将你的弹头溶穿烧毁掉。那按照燎原1号，它的20公里，它大概瞄准一颗导弹，将它烧穿大概要5秒钟，它一直盯着它，一直这样，然后大概烧5秒钟，将它烧毁掉。那日本的这一款这飞鸟号上面来讲，如果说是它功率不高的话，如果说是要超过10秒钟以上，你才能够将弹头烧毁的话，那你就很可能脱锁，你就不见得会烧毁。那除非说是这颗导弹距离你的距离更近，你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将它销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燎原1号为什么优于日本的飞鸟1号呢？因为它已经实战部署了，它已经摆在它的07这个2栖登陆舰上面这个叫做四明3号。那各位可能很有趣，为什么摆四明3号？为什么不摆更强大的055福建舰这些军舰？因为四明3号07是船坞登陆舰。那船坞登陆舰你知道吗？它在登陆的时候，它一定要停在所谓的换乘区，就是大船换小船的地方。它会在那边停留时间很久，而且它这个周波的时间距离大概10到2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来讲，会被守备部队来讲用无人机攻击的距离。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在那边停留时间长，就很容易遭受到守备部队用这个火炮对你来攻击你不能说停到那边马上就走，你很难闪躲。你又在那边停到所有大船换成小船，所以我觉得这种武器放在四明3号，它当然就最符合它实战的需求，因为这条军舰要在那边做2栖登陆，它可能要在那边停上1个钟头。那在这种状况，遭受到无人机或者导弹的攻击几率会最大，而且它的距离岸边的距离又最近。这时候如果说它有这种燎原1号这种雷射的武器，可以对它做最后一道的防护来讲，不管是对导弹或者是说这个无人机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防护效果。所以解放军已经实战部署了。那比起日本来讲，现在还是实验的阶段。那我觉得说是燎原1号应该是略胜这个日本的飞鸟号一筹。好，刚刚将军特别帮我们就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2款不同的雷射武器做了一个性能上面的一个比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持续的关注在中国大陆的航母的动作，因为最近真的是比较多。先前我们报道过，这个是辽宁号嘛，沿着日本的周边走。现在最新的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海军巨无霸福建号。这一回呢，16号被直击了，它航经了台湾海峡。目前在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甲板上是没有任何的舰载机的，但是外界也开始做解读，它的目的是要北返长兴岛进行缺失修正吗？但是重点也不是飞机本身，而是它这个航线本身被视为是具有在军事跟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他们也认为这个是在实战前面的一个航线模拟的演练，是这样子吗？干哥怎么解读？国防部长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说，他这次回去没有带舰载机，代表是什么？代表他回到长兴岛的造船厂进行缺失改正。这种话不是一个没有，就说没有，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军旅生活的人讲得出来，那是幕僚告诉他的。他知道什么叫缺失修正。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福建舰是第6次部署，它还在修正的阶段状态，所以那一定是国防部联2情报参谋总部来告诉他的，对，他才会知道，不然一般人是根本就不会知道。那好，没错，福建舰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十字路口？
也就是你现在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代表不仅仅是钓鱼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临直接而显而易见的动员，或是危险啊，不管是任何情况，所以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及它的舰载机的系统完备，是不是可以达到可以担负起作战任务？这是最重要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还有2艘航空母舰，没错，但实际上你真的如果打起来的话，一定是福建舰率领。为什么？因为它是全新设计的，而且它载有歼35。歼35在前面2艘航空母舰是上不去的哦，包括辽宁号跟山东号是上不去的哦，只有福建舰能够载。所以那个叫技术验证，技术验证是在福建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次没有载舰载机。那他回到长兴岛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等到他再下一次部署，那就叫什么？那就叫正规部署，叫真的要你随时准备。正规部署的时候就是干嘛？有任何风吹草动，你就要准备你的飞机是要去打的。现在大家都是演习，现在我的歼15或歼16飞上天，跟你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对阵，即便真的开了火控雷达，那都是一种试探。可是你随时要准备，不是试探，要真打。所以福建舰它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它越过这个阶段之后，它只有往前冲了，没有回头路了。那你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海军现在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这就是对于整个地缘战略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福建舰这一次回去整备之后，它下次出来的话，它就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武士已经准备好了它的装备，准备好随时可以接下战备任务。而那个战备任务一下达的话，不论成败，你就是一定要干嘛？去达成任务。所以福建舰这一次的这个返回母港，其实大家不要看啊，来来去去好像都是常态，不是常态。它下一次部署，它一定要完成战备，这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